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播客，我是 Coach 天。在中国，以前爸妈管孩子放下手机，现在孩子管爸妈放下手机。有一代人小的时候被爸妈管，不要总是上网，不要玩游戏。现在他们长大了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但是他们发现每天拿着手机放不下来的不是自己的孩子，是他们自己的爸爸妈妈。这不是玩笑。中国现在有超过 1.6 亿老年人在上网，平均每天4个小时，比很多年轻人还多。这种情况现在有一个名字，老年人网瘾。网瘾就是一直上网，知道不好，但想停不下来。不用上班，退休的老年人为什么会是这样？现在很多老年人去哪里都要拍一拍，吃饭拍，出门拍，看到什么拍什么。以前退休以后的生活很安静，买菜、做饭、看电视，还有很多会帮助照顾自己的孙子孙女，和原来的朋友同事慢慢就断了联系。但是手机改变了这件事。你想象一下，一个阿姨刚刚退休，早上孩子去上班，家里就剩她一个人。她做了早饭，吃完了，洗了碗，才9点多。今天要做什么呢？她拿起手机，拍了一张自己做的早饭，发到朋友圈。几分钟后，有人点赞了，那是30多年没有见过的老同学。就是这个点赞让他很高兴，不是因为照片好看，是因为有人看见他了。现在很多老年人开始拍视频，发朋友圈，分享自己的生活。做了一道菜发出去，公园里跳舞录下来让大家看看。中文里有一个词叫晒，就是把自己生活里好的东西发出去让别人看。晒照片，晒旅游，晒自己做的饭。发给谁？很多的时候是老朋友，以前的同事，以前的邻居，几十年没见过的老同学。手机上会建一个群，大家每天发照片，发视频，互相留言。那种感觉是失去很久的连接，重新回来了。对于中国现在的老年人来说，手机已经不只是看别人在干什么，他们自己在发。很多老年人感觉忙了一辈子，终于有时间为自己而活，去跳舞，去旅游，去学画画。手机给了他们一个地方记录这些，发出去，告诉老朋友，你们看，我过得很好。不过他们在主动发的同时，手机上也有很多东西在发给他们，因为平台知道他们喜欢看什么，一直发，让他们很难停下来。中国现在有一种内容，在老年人里非常流行，叫短剧。
一集只有2-3分钟，但是有几十集，甚至上百集。故事里有感情，有悬念，每天都有新的一集在等着你。平台会先让你免费看几集，等你看进去了，停不下来了，突然就要收费了。很多老年人1个月会花几百块，有的人更多。短剧为什么这么吸引老年人？因为故事里有他们熟悉的东西，比如家庭、感情，好人最后得到了好报。每一集很短，不需要记住复杂的情节，但每一集都让人在最着急的地方结束。你想知道下一集是什么，让人很难放下。网购也是一样的逻辑，平台知道你喜欢什么，就一直推，一直给你建议。很多老年人慢慢的就买了很多本来自己不需要的东西。他们想要的是方便，想要省钱，但这个需要却被算法利用。所以说这个平台其实和短剧是一样的，算法了解老年人喜欢什么，需要什么，他知道什么样的内容能让你停不下来，也知道什么样的东西会让你想买。这不是老年人自己的问题，这是一个专门为他们设计，让他们停不下来的算法。有一位老年人说了这样一句话：我以为喜欢刷手机，但是自从来这里画画，才发现我喜欢的是有人陪。这句话很有意思。他呢，参加的是社区里开的一个画画课，每周2次，有老师有同学。下课以后，大家可以一起喝茶聊天。他说，自从开始上课，回家就不怎么看手机了，不是因为手机变得无聊了，而是因为他的时间里开始有人了。他还说，来上课之前，他觉得自己退休了，没有什么用，孩子不需要他，孙子长大了，每天在家好像在等着时间过去。但来了这个画画班以后，他开始期待每个星期2和星期4。退休以后，失去的不只是工作，失去的是每天有人需要你，有地方要去，有事情要做。手机可以填满这个时间，但是它填不了这个联系。很多社区和大学现在都在为老年人开课，有画画、跳舞、书法、唱歌，来的人越来越多。很多人参加以后才发现，他们根本不是爱手机，他们爱的是出门，是说话，是做点什么，是有人在身边。手机解决了一半的问题，它随时都在，永远有内容，随时有人回应，但是它解决不了另外一半，真实的人在你身边，看着你，陪着你。我觉得这不是老年人的问题，这是每个人的问题。当生活变安静、变孤独的时候，我们会去哪里找陪伴？手机可能是最简单、最方便的办法。
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老人？或者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不是因为无聊刷手机，而是因为需要一点回应，有一点有人看见我的这种感觉。我有时候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，只是老年人退休以后，这种需要变得更明显了，更难被满足了。也许理解了这一点，我们对爸妈每天刷手机也能多一点理解。如果你想把今天的词真正记住，我在 Patreon 上为每一集准备了互动文字稿、生词卡片，还有2个全新的故事，让你再用一次这些词。前7天免费，链接就在介绍里。我们下期再见。